不开玩笑，美团闪购马上就到，感谢30分钟好货到手的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让生活更开心，感谢国民白酒老村长特约赞助播出。96倍乳黄金续航母源自护力，感谢 A2 紫药 HMO 奶粉赞助播出。找回状态，脉动回来，感谢随时随地帮你 call back 好状态的脉动行业赞助播出。聊天吃乐事，分享更快乐，本节目由片片薄脆乐事不停的乐事赞助播出。真好笑，真有机，本节目由3方认证真有机的海天有机赞助播出。新一轮脱友全国巡演已正式开启，微信搜索效果小程序参与许愿活动，朋友们就有可能来到你身边。第3赛段的规则非常刺激，叫做交朋友赛，累积得票数高的队伍获胜，低的全部进入待定区。待定区的演员会按照个人的得票数进行排名，26个晋级名额，8位演员将在本轮结束后遗憾离场。我很难独处，任何时候都需要朋友。开心的时候需要朋友，心情不好的时候，孤独的时候，害怕的时候，焦虑的时候，我就是自己扛不住的时候，是必须得找一个人聊一聊。我喜欢拉人跟我一起玩。我饭量比较小，所以要有人分担。什么时候就需要朋友，人活着都需要朋友。友谊很奇怪，就发生了。这个人很有意思。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好洋气啊，他好像刻意的想要把自己隐藏掉的感觉。他不跟任何人聊天，就在那角落里边静静的待着。我当时觉得他好厉害，他会不会看不上我？前场没有人笑，他和他朋友笑得贼开心。第一次就特别主动，特别热情，拉着我的手说：“你讲的段子，行云流水，行云流水。”你玩什么他都愿意陪着你，不管你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给个电话说我需要你过来干点啥，他肯定会来的。我很容易哭，我每次一哭他就开始害怕，他也不说话。昨天晚上他看我哭了，然后今天给我拎了2个蛋挞，当时你没在，我都吃完了。我们在那儿改稿呢，改到突然我一看，哎，过生日，我买了个蛋糕，12块钱，瑞哥陪我过了今年的生日。他昨天突然冲过来说：“尚好，我们家那个什么事情解决了。”我说：“哇，他愿意第一个告诉我。”我们经常会一起模仿《还珠格格》，模仿《情深深雨蒙蒙》，每天就会在一起发这种疯，然后发现别人都不理解。我俩挺会给互相递话的，就是知道对方想要吹个什么牛，或者说要说个什么话，我们那个话一递就递过去了。我俩互相给情绪价值给的挺足的。对。友情就像音乐一样，幸亏不是像说唱一样。友情是炖不熟的豆角，回不去的维多利亚，踹不折的小树。友情就是陪你一起到老的，天若有情天亦老，有情人终成眷属。我觉得友情对我来说算生活中的盐，没有盐的话你会缺钾，你会浑身没劲儿，你会觉得生活少了很多滋味。友情是我的必需品，我真的非常需要友情，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总会在非常奇妙的时刻认识一些非常奇妙的朋友。朋友是我自己选择的家人，我感觉是我生命中没有办法缺失的一个部分。友情是依赖和支持吧。友情是这个世界上让你相信你总会有人给你偏爱。有请主持人张绍刚。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送给各位，欢迎各位来到由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的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2季。我们之前已经2个赛段了，2个赛段结束之后，现在我们有34组演员披荆斩棘进入了第3赛段。这个赛段我们的主题呢叫做交朋友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比了这么长时间，拼到第3轮了，突然想起来要交朋友了。
而且都是那种生死之交、你死我活的朋友。有的朋友要在舞台上继续，有的朋友握完手之后，我们体面的说一句谢谢再见。生死之交的朋友在。本赛段开始之前，同样有一位脱口秀的好朋友，也想要和我们分享一下他的交友心得，让我们掌声有请鲁豫。谢谢大家好，我是鲁豫。这个赛段叫朋友赛，脱口秀演员和朋友一起组队。朋友呢分2种，一种是我们互相欣赏，我们在一起就能赢；还有一种叫彼此原谅，输了也不全赖我。所以为了比赛能够更加的公平公正，我建议啊，这一轮之后赢了的，我们再加一轮默契测试。测什么呢？测一测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彼此的生日，还有对方的真实姓名。如果你都答不上来，那就取消比赛成绩。等一下大家注意他们的互动，我觉得他们可能要对答案了。你叫什么？我是用的真名。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哈，就是交朋友最重要的是什么？共同语言。我小的时候每年暑假会去上海的英语角，用我仅会的几句英语跟老外聊天交朋友，说我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上几年级。每个老外都特别吃惊，说哇，这个小孩英语太好了。我比较幸运，那个时候没有人写 report 揭发我，如果有的话，你们会不断的搜到什么避雷上海英语角那个说英语的短发小女孩，内容重复率最高，没有之一。你们一定会觉得我每天采访不同的人，交朋友会特别容易，并不是这样。因为交朋友和采访完全不同。你看，交朋友需要有边界，但是采访呢，要求你在2个小时之内尽可能突破边界，而且我和采访对象聊的所有内容是可以公开的，但是朋友的聊天记录是万万不能公开的。如果我的一个采访嘉宾说，刚才聊的能不能不公开，那我知道他是想和我交朋友了。所以我和我的朋友们，我们之所以能够维持友谊，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采访过他们，我们是单纯的酒肉朋友，对彼此的精神世界嗤之以鼻，但对彼此的物质生活关怀备至。如果我要说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他们就会说你就是无聊了，等着我给你送点吃的喝的玩的过去。在这里要感谢美团闪购，因为如果没有美团闪购，我们的友情不可能30分钟到达。我有一个女性朋友，她的配得感极高。比如我夸她，我说你今天真好看，一般人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她的反应，哎，你这话说的，我哪天不好看了？我站在这里，这里就蓬荜生辉。我说 OK， 亲爱的，你的自信我非常欣赏，但咱们能不能先从这个厕所出去？还是他，不仅配得感高，而且羞耻感特别低。换句话说，脸皮比较厚。有一次我说你真牛，不管是谁，哪怕这个人再不想为社会做一丁点有用的事，一不留神他也会做那么1、2件。但你真行。你真的是一件对社会有用的事你都没做过。他听了以后一点不觉得羞耻，反过来讽刺我，送了我一张奖状，上面写着鲁豫2024年到2025年对社会最有用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我24年以前的成就视而不见。我还有一个女性朋友，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企业家，人很先锋，长得非常漂亮。但是她从很早就意识到，要让别人
忽略掉他的外貌优势。于是他非常朴素，每天穿一样的衣服。我看到罗永浩老师每天都穿一样的衣服，你也是为了隐藏自己的外貌优势吗？你隐藏的也太成功了。我们这帮朋友里还有一个很年轻的女生，她呢负责给我们抢精神保健品拉布布。我们现在人手一个，包括刚才我说的那位非常朴素的先锋的姐姐，我们硬塞给她一个，说这个你随身带着特别有用，防三高。她呢为了维持自己形象，就把那个拉布布塞到包里面，趁着四周没人才偷偷拿出来，给拉布布换一身衣服。所以我身边聚集这么一帮丰富的独立的女性，没有一个人符合所谓的贤良淑德，用步惊云的话说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守妇道的。当然我们也并不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的毛病，比如说有的人盲目自信，有的人整天迟到，有的人就是没有礼貌，还有的像我这样貌似很有礼貌，但是借脱口秀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我们之所以能够保持友谊，就是因为我们不在乎是不是地久天长，我们接受友谊可能就是阶段性的，就比如像脱口秀演员的友谊，它就是赛段性的。但是我建议他们不要光关注朋友的段子，在比赛之余抽空问一问朋友的真实姓名。好，谢谢大家，我陈鲁豫。再次感谢鲁豫给我们带来的开场表演，谢谢鲁豫。你这叫侯志远啊？我改了一个字。哎，鲁豫，我多问一句，你的那些朋友知道你脱口秀要说他们吗？我刚才里面讲的那个朋友，他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说，哎呦，那我得去探班。我说你千万别来，因为如果他来的话，他等一下鼓掌的时候，他一定会站起来冲你们挥手，他能够干得出这种事儿来。哇，举着拉布布说啊，拉布布来了。哈哈。罗老师，这个赛段是交朋友赛段嘛？对吧？对，我觉得您应该最有发言权啊。我没什么发言权，我就买个朋友。就是你买一个朋友的这概念，特别适合在这场开场呀。我后边想讲一些更沉重的东西。哎呦，比如中老年心理危机之类的，我估计你会有共鸣的，他们不会。好了，所以罗老师是在精心的准备自己的脱口秀。对。非常期待罗老师下面给我们带来的脱口秀表演。讲的时候你会后悔这个期待的。大家肯定期待罗老师的那个脱口秀，对不对？耶！后边一定期待您的表演，谢谢啊，谢谢。赶上了陈刚老师过生日那天，你给他讲，好吧？啊，对。哎，大老师，你身边你觉得最有个性的朋友是谁？个性的朋友啊，个矮的朋友有啊，王冕呀。反弹，反弹，再反弹。我之前碰见过一个最有个性的一个朋友是黄子韬先生啊，黄子韬先生太有个性了，哎，真的，一般录像啊，都是大家不是艺人都化妆嘛，我们上回录到夜里头12点多，他说大老师，你见过哥们卸妆吗？哥们卸妆可帅了，说完之后马上下台开始卸妆，怎么样，哥们这个下颚线怎么样，帅不帅？思路，然后我就特别有意思。我们这段是朋友赛嘛？如果你要带一个朋友来看脱口秀，哦，我要带一朋友，但是人家没准不来，人忙哈。但是就是说杨幂是非常喜欢脱口秀，因为我们一块录节目的时候，他对脱口秀演员很多梗啊，很多笑话都那个如数家珍的啊。罗老师会带谁？我已经为这个舞台做了一个巨大的贡献，就是劝鲁豫老师来。对。哦，还有一个我顺便说一下吧。就是我感觉我们这个4个人在这儿坐着是这个节目有史以来最好的阵容啊！因为别这么说，不，以前挺好的也不是，主要是都挺好的。我想说的是，我们这个台上来过很多优秀的嘉宾，但是我要没理解错，这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阵容，就是每一个人都热爱、关心、了解、熟悉脱口秀，并且特别喜欢这些演员和关心他们。是的，而且是全阵容的认真负责和关心，这个是史无前例的。春春带一个朋友来，我刚刚想了一下，我可能会想要带清风啊，他有很多
很好玩的观点，然后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幽默的，然后有梗的人。鲁豫呢？我要是带一个来，别的人可能会不高兴，所以就都别来。哎，那您要带一朋友来呢？我这么说，我觉得脱口秀您还有朋友哇？好吧。哦，听见没有？邵刚老师有朋友，有朋友，朋友。哎不，我就是你的朋友。你好，我跟你。I'm sorry。我跟你说，我刚想说，如果要让我来，我觉得脱口秀最好的朋友是大张伟啊！我刚想说这话，结果你看你拿什么话说我？我没有啊，我就是帮您铺起来啊！怎么，我就是知道您要说我，脱口秀和他的好朋友们，来，行了，来，让我们认真的，还要欢迎4位特殊的朋友，为脱口秀做出杰出贡献的。我们的编剧老师们，程璐老师、海源老师、苗苗老师、三弟老师，欢迎4位。坐在他们身后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脱口秀俱乐部的主理人们，欢迎大家。还有我们2楼的来自各行各业的脱口秀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各位说正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第3赛段的规则。我们这个赛段叫做交朋友赛，34组演员通过自由交友，形成了8支2人好友小队和6支3人好友小队。同人数的小队已经在赛前组成了对决关系，3人队 PK 3人队，2人队 PK 2人队，双方队伍轮流派出演员来表演。表演过程当中，现场的朋友随时拍灯，每位笑团的朋友都有1灯，1灯代表了10票，全场的满票是300票。每轮 PK 中，累积得票数高的队伍获胜，直接进入晋级区；累积票数低的那队全部进入待定区。最终待定区的演员会按照个人的得票数进行排名，由高到低来晋级。第3赛段还有一个福利。表现优异的小队以及个人将获得第4赛段的跳段权，由他自己选择是否跳段。本赛段一共有26个晋级名额，有8位演员将在本轮结束后遗憾离场。现在所有的好友小队已经在备战间准备就绪了，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现在的备战情况。可以。他们在哪里？在哪里？情绪平静一下啊！多准备一下稿子。好，现在第3赛段交朋友赛正式开始。第1组率先对战的是蚊子、德子、叶子和花木兰。首先上场的是蚊子、德子、叶子，让我们掌声有请李玟、Kid 和王继业。这4大才子。大家好，我们是蚊子、德子、叶子，我们的口号是一切为了孩子。接下来是他们的对手花木兰，让我们有请小帕、秋月、小雪。我是小帕，大家好，我是小雪，大家好，我是秋月，我们是花木兰。我们的口号是风雪越大越不怕。别怕，加油！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马上
上要对战的6位脱口秀演员。这个什么子和什么子和什么子啊？缺心眼子。因为你们是第1轮的3v3的 PK， 你们选个代表，跟对方也那个表态。那就看在孩子的份上，请姐姐们手下留情。那个3个兄弟们也手下留情，而且你们也不是孩子了。我们是巨婴。我们今天的开场演员，这位朋友呢，之前和我们说过他和他父亲的故事。哎，今天呢，要跟我们分享他和母亲的相处。各位，开场不易，掌声有请 Kid。大家好，我是 Kid 啊。谢谢。如果说我们的老粉丝应该会记得，我前几年在节目里讲过一个和我妈和我爸一个单亲家庭的段子，记得吗？记得。谢谢。经常会有朋友在我直播的时候和我连麦，和我分享他们和父母的故事。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说，他跟着他妈和另一个单亲爸爸重组了家庭，那个爸爸带着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我听了一晚上他们的故事，听得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听到最后告诉我妈妈叫刘梅，爸爸叫夏东海，你知道吗？不是人干的事儿。很多朋友还会在连麦的时候提到一个词儿叫愧疚式教育，我很能感同身受，因为我妈从小对我就是愧疚式教育。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她给我买过一个能显示温度的保温杯，每天早上会给我调一壶刚好50度的热水，多1度少1度都不行，给我，跟我说妈妈可以睡懒觉，但妈妈没睡。妈妈希望你看到这个水就能想到妈妈的辛苦，这50度是妈妈1度1度烧出来的。我说妈，那没烧开，那你别管。妈就是希望你能认真学，能拼命学，记住没有？看到50度就要想到妈妈，记住没有？我记住了。每天我就在学校念叨妈妈50度，妈妈50度，同学都传我妈是个锐角。当然我也没有辜负她，我也经常给她带一些刚好50分的试卷回来了，我也是。但我妈不是那种她会把为你好3个字挂在嘴边的愧疚式教育，她只会在一种情况下说为你好，就是接电话的时候就为你好，你知道吧？在其他时候我很喜欢这个。我妈是那种她会藏进去，但她藏的你肯定能听得出来。她会说妈不图啥，妈不是非要住什么市中心大平层，开什么奔驰宝马，有个100-200万钞票，戴金镯子金项链，妈不图这些。我说你不图，你说那么具体干什么？你不图？我车子、房子、票子、链子，我妈好像是个 rapper， 你发现了吗？她也很适合，因为我在写这篇稿的时候，我回忆她愧疚式教育我的那些话，好像真的能连成一首歌。让你在学校学习，你不能浮躁。我把最好的都给你了，你得知恩图报。就是为了赶回来给你做饭，我那把清一色都没有糊到。你可以放心，妈啥都不要，但你记住，人不能不忠，也不能不孝。我说我作业做累了，我想看会儿电视。他说这么回报我，你简直胡闹。重生之我的妈妈是娃娃，你知道吗？这个不是，关键是这些话我也学不会什么，只会让我习惯性愧疚。我的表情包全是跪着磕头的，在公司跟每个人说不好意思。打篮球一直在那我的，我甚至都没在场上。这整个人就是敏感又自卑。很多网友这时候会说，那你断亲就好了。我做不到，因为他真挺爱我的。一开始他都不知道什么是脱口秀，我说就是别人花钱让我逗他开心。他说那忙不忙啊？我说不忙，每天夜里才上班。我妈直接就哭了，说儿子，妈不嫌丢人。我当时又感动又难受，好像在我妈眼里，儿子不是来上海了，儿子是来下海了，你知道吧？
而且我琢磨了一下，也不能全怪他，因为我外公也这样。过年吃饭时候，明明有一大锅螃蟹，我外公非要给我妈碗里夹一个，说你吃，我不爱吃。我妈再把那只螃蟹夹到我碗里，说你吃，妈不爱吃。我说都不爱吃，咱做它干啥？纯杀生，纯扣功德。扣完都是吃啊，传啥呢？在这儿，我妈说是爱，我说是爱吗？不是幽门螺旋杆菌吗？在这儿。真的，我当时对着那只螃蟹，我又愧疚了。我说谢 bro， 你算白死了。那天回家之后，我很认真和他聊了一下这个问题，我想了半天，然后我妈也想了半天。她说，可能是没有安全感，害怕我老了之后你不管我。我当时就是想让她安心，我说你别怕，我会一直陪着你，我挣的钱都给你，我管你一辈子。谁能想到我妈的眼睛里露出了绝望？我说咋了？她说，你爸当年就是说的一模一样。我说咋可能？谁骗你我都不会骗你的。她说这句也一模一样。真的，最后真正让我释然的是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句话，叫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课题，歌颂苦难没苦硬吃，好像就是他们的课题一样的嘛。咱们也会有咱们的课题，也很有可能咱们老了之后子女也会不理解咱们这代人没福音享嘛，是不是？很有可能你还剩最后一口气，你躺在病床上，子女围着你，你也分不清真假，在那哭，说爸您最后还有什么心愿吗？我想买个拉布布。再给他换个衣服。让我跟我妈现在关系就好很多了，我现在已经敢跟她正常说话，甚至开玩笑了，有时候跟网友对线一样。我妈说，你看我哥家孩子，人公务员结婚了，车房都买了，怎么人家就能生出来这样的儿子呢？我说，哦哟，还得是你们家哥哥。而且我也真的在管他，我也在乌鸦反哺，只不过我反哺的时候也会采取一些愧疚式反哺。前几天我们新家装修要买一个空调，我给我妈买了一个9000多的空调给她。哎，给她，然后跟她说，儿子可以买便宜的，但儿子没买。儿子希望你看到这9000多就能想到儿子的奔波。这9000多是儿子一场一场卖笑卖来的。你要认真吹，要拼命吹，一吹到这个风就要想到儿子，记住没有？我妈记住了，没过2天给我发过来一张空调的照片和一条微信，说儿子你怎么凉得这么快啊？那条语音里我妈的声音都有一些哽咽了。我问她，妈是不是有点感动了？我妈说不是，妈有点感冒了，是吧？加热线你们我给你。来 ，Kid， 锁票通道开启。再次掌声送给 Kid， 谢谢。Kid 每场演出我都觉得都有惊喜，而且总是能刚才那个为你好是吧？很开心的，而且还给妈妈写了段说唱哈歌哈。对啊，然后那段是就是说直接这个单压还是非常一般的啊。反正我觉得每回他都能想出特别好玩的点来啊！哎，你每回写包袱的时候，有一些东西会拍案叫绝，觉得哥们儿写的太棒了。觉得哇塞，怎么这么好？那是子韬。子韬说哥们儿太帅了。我觉得挺温馨的一段，是吧？啊，虽然讲的是愧疚式教育。对，但是我觉得最后就是 Kid 他找到了一种跟妈妈之间的一种和解的方式，我觉得找到一种出口。然后另外我其实自己也觉得说我还是挺熟悉的，可能是我们这种东亚家庭，我觉得都会有的一种习惯，对，表达爱的一种习惯。对，你像我妈妈，他们在他们那个年代，他们相对那个物质会匮乏一点，所以他认为吃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他现在到北京来看我的话，他不会带别的东西，但是他会带2箱菜过来。然后他就是会像强迫症一样的一直做东西给我吃。对，我妈其实也是，她就是做饭会做特别多，她明知道我的饭量，然后我吃不了，她就在旁边在厨房就会哎呀，都是辛辛苦苦做的，也没人吃，非洲小孩想吃还吃不到呢。
搞得我现在经常冷场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呀，都是辛辛苦苦写的，也没人笑。那美国人想笑还笑不出来呢，美国人。厉害厉害厉害。Kid 在我心目中现在是一个我特别信任而且非常期待的一个演员。他的语言的方式跟节奏是自己独有的。比如看有一个地方我特别喜欢，就只有他能讲才好笑。就他妈妈说那50度的水，然后他说妈那都没开，但你别管。就这一小段是特别 Kid 式的，就这个处理就是他的能力。然后我就在这个舞台上能够找到自己的声音、语言跟节奏，就是一个特别优秀的演员，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一段。谢谢罗毅老师。罗老师也是喜欢 Kid 的，对，当然一直都很喜欢，我也拍了。但你最后你犹豫了好久，但你又犹豫了一下，为什么？那我就示范一下如何拍了灯还得罪人。因为我心里对 Kid 的预期一直都是很高，然后今天开场前又知道他讲这个主题特别好，这个选题我在这个台上没有听过啊，亲情的，就这个父母对子女这种叫什么愧疚式的教育、情感绑架式的这种，我小时候也经历过很多这种，所以我本来期待的要比这个高，但是我一直等，就对我来讲就差那么一点。但是考虑到开场秀是真的是千难万难的一件事儿，所以我刚才犹豫，最后还是拍了。Kid 确实是一个特别让人放心的一个脱口秀演员，当他在现场的时候，只会让大家有比他的表演应该更上一层楼的那种期待。来，在此掌声送给 Kid。谢谢大家。Kid 先稍微休息一下。好，来，要和 Kid 对战的来自花木兰队这位朋友呢，之前在这个舞台上跟我们分享过他的愤怒和脆弱，今天他有其他的情绪想要分享，加油！掌声欢迎小帕。嘿，大家好，我是小帕。啊，谢谢啊！我是一个新疆人，前一段时间抑郁了。有人问我，那抑郁的新疆人还会扭脖子吗？会的，朋友，会的。我们上吊都是这个样子。家人不理解，他看我不高兴，总希望我能出去转一转，总跟我说你去转转。我说咋了？你要把我回收了吗？我朋友很好，真的，我朋友们都很好，一直在安慰我。我奶奶也试图安慰我，她问我你怎么了？我说我应该是抑郁一种病吧。我说你哪儿不舒服？我说我就是提不起精气神，总觉得身子很沉，老想哭也不想见人。奶奶说哦，鬼上身。朋友说这样，我带你出去旅游好不好？咱们受一受启发。咱们去那个岳阳楼，咱们学一学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说先不说我现在起床都困难，那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不就是抑郁症吗？我猜的，我没有行医执照，大家不要信我。我特别感谢我的朋友，他们做了所有他们能做的事情，但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最难的时候，毫不夸张的讲，我都想上吊了，还会有人过来劝我，小帕，你高兴一点。我想去他家上吊。我试图和他们解释，抑郁不是我不想高兴，是我高兴不起来，是我失去了快乐的能力，对吧？没有那个能力，就像这个地方，我巨想写一个爆梗，我笑死你们，我笑到你们这辈子活完了，临终前不给孩子交代遗言，就交代我这个段子。没写出来。我真的很想高兴，我想高兴的情绪一点也不亚于我爸想要儿子的情绪，真的。我不高兴，我爸爸没有儿子，我们俩虽然处境不同，但我们都需要同一个建议，不行去医院看看呢。我去了医院，医生非常负责任，该做的检查都做了，这还要观察一下你的情况，这段时间你多来几次好吗？我说 OK 啊，大概去到第3次我就开始高兴了。我爸到现在都没有儿子，我更高兴了。医生跟我说：“你能给我描述一下你现在有多高兴吗？”我说：“我以前走在路上，别人看我一眼，我都觉得我该死；我现在走在路上，别人看我一眼，我都……”医生说：“你能仔细跟我讲一讲这几天你都干了些什么吗？”我说：“我就高兴啊，我就跟朋友一块出去玩，喝酒、逛街、花钱，自己身上花不过瘾，我就开始在别人身上花钱，我自己跟自己都能唱歌跳舞。”医生说：“你以前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吗？”我说：“偶尔也会有啦。”怎么了吗？医生说：“你这是狂躁。”我哪知道那是狂躁，我以为我只是新疆人。
真的，我跟你们讲，新疆人这个身份，他掩盖了我的病情。你们要是走在路上看到一个人自顾自的唱歌跳舞，你们会觉得哦，这个人有病吧？但是你们要看到一个新疆人在大马路上自顾自的唱歌跳舞，你们会觉得哦，他在做自己。医生跟我说，你现在不是好了，是转向了。你这个病它叫双向情感障碍。我说我的天哪，这名字也太长了吧，听着都像个新疆人。你就是会交替出现极其高涨以及极其低落的情绪，我都纳了闷了，一个人他怎么能既便秘又拉稀呢？就转向特别突然，有时候我跟朋友约好了出门了，我妆都化好了，突然身子变得很沉很难受，我就想跟朋友找个借口，哎，虽然把这事直接推掉吧，但我觉得我都33岁了，我应该面对真实的自己啊。硬着头皮半天憋出来一句话，我说我转向了。过一会儿他给我发了一条语音跟我说，记得打转向灯。就有些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坐在那写 PPT， 我都能写高兴，写着写着我说太高兴了， PPT 真的太好了，我想让全世界都看到我这个棒棒的 PPT， 我都想去公司门口吆喝，耶，郑州新疆 PPT。同行问我，你狂躁期你脑子会转得很快，那是不是很利于创作？脑子转的是很快，但是没有逻辑，朋友们。上一句跟下一句不挨着，接下来这段不是我创作出来的，是我狂躁期写的东西，在备忘录里面。我今天冒着冷场的危险给大家念一下，或许会有人喜欢吧。人类主要有2只手，快给珍珠奶茶打电话。多年以后，我是孙红雷。没了。因为我的状态没有办法确定嘛。如果你们哪天看到我演出在台上死气沉沉，整个场子都很凉，我也很凉，请大家给我哪怕一丁点包容，因为不是我水平不好，可能那天就是状态不太好。但如果哪天你们看到我情绪特别饱满充沛，屋顶都被我掀翻了，特别炸，对，就是我的真实水平。后来慢慢我也理解了狂躁为什么要叫狂躁。先从狂开始，我平时挺自卑的一个人，狂躁期我感觉我啥都能行，好吗？我啥都能行，什么哥德巴赫猜想、黎曼猜想都别猜了啊！今天这个事儿我定一下。我高考数学考了27，但我可能就是当时状态不好。我狂躁期，我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我就是个全才，我买了各种绘画类的书、材料，还有什么油画，我们家还有油画刀，我甚至还买了架子鼓，我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我就是当代达芬奇。我看到达芬奇那个自画像我都瞧不上，我说太无聊了，来我给你加2笔，以后你不叫达芬奇，你就叫买提。狂躁期想花钱，太想花钱了，什么衣服、鞋子、包包这些东西太普通了，说出来我都觉得没意思。我甚至还买了护指，射箭用的。我既没有弓也没有箭，就狂躁期我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花钱的东西，我太想花钱了。我感觉我的狂躁跟我的抑郁对话，就是抑郁会说，我好想上吊，我的狂躁都会在旁边讲，耶，可以买绳子了。狂躁期的高兴和活力都需要我付出极大的代价，甚至都需要我在抑郁期成倍的还回去。我就感觉这个高兴和活力是我贷款来的，这个高兴和活力是我贷款来的，这还是个高利贷。就我狂躁越狂躁，就会导致我抑郁期更抑郁。抑郁的时候，我看到我那些狂躁期买的东西，我都感觉他们在嘲笑我，所以我抑郁期我只能一边哭着就一边思考，我这么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一边往群里发2手架子鼓150包邮，还会有人问我可小刀吗？我说你甚至可以给我1刀好吗？就那会儿，我真的深深的明白，我不是达芬奇。我不可能是达芬奇，甚至这些破玩意儿要是卖不出去的话，这把就是我最后的晚餐了。最后我很难过，给我奶奶打电话，那个80多岁的维吾尔族老太太，大家还记得？她不理解什么叫抑郁，当然也不理解什么叫狂躁。她说你怎么了？你形容一下你现在的状态。我就说我就老想喝酒，老想乱花钱，坐不住，总想搞对象，干了很多蠢事儿，
总想干点对自己和他人都不太负责任的事情。我奶奶说：“哦呦，你不要相信那帮人说你精神有问题，你精神一丁点问题都没有，这都不是事儿啊，你就稍微有点随你爸了。”我说那能一样吗？这个情况不一样好吗？我这个情况有的治，我爸没有。谢谢大家，我是小帕，谢谢。来，小帕，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小帕。我非常喜欢小帕的表演。我觉得今天对于小帕来说有一点点吃亏，就在于今天现场的观众没有看小帕之前的表演。但我想说，小帕她的可贵就在于她的人生所有丰富的经历，对于一个女孩来说是很让人心疼的事情。她如此的举重若轻，我觉得举重若轻是我能够想象在这个舞台上特别棒的一种表现的形式，所以我非常喜欢。那今天小帕美中不足，就是节奏略快了一点点。我觉得其他的我非常的喜欢。谢谢。我单纯说作品的话，就是你第一场讲的比这个其实是更悲惨的人生遭遇，但是那个让大家笑的毫无负担，因为你把作品处理的特别完美。然后这个刚才我中间有好几个段落是不太敢笑的，所以单纯从作品的角度觉得还没有打磨的很圆熟，大概是这样。对，小帕，你现在自己的个人状态是什么状态？挺正常的，就是在治疗啊，配合积极治疗，状态挺好的，正常。这些都是我之前的事儿。如果那个状态的描述让大家觉得，哎，有点担心，有点心疼的话，可能会影响大家笑。我是这个意思。是这意思。哎 ，Kid 之前也说有自个儿那个双向情感障碍这个事儿，你们俩会互助一下吗？就是都有这样的一些。我们很少沟通病情，又不能过去跟家长。对了，你也是精神病对吧？对。我一朋友平时看着可开朗了，他跟我说他有那个双向情感障碍，不敢相信，这个事情怎么走出来？哎，可是我之前听说过，就是人的那种痛苦啊，就是说很多时候是靠想象出来的，那个是真实的吗？让你觉得？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怎么走出来？我觉得就看病吃药，就剩下就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另外一个想象出来的，或许吧，因为脑子里面，尤其是躁的时候，脑子转得太快，它真的会出现一些非常吓人的画面。就比如说很焦虑，你就觉得你明天有演出，然后你的演出会怎么样，会怎么样，观众会怎么样，就是那些事情都没有发生，但它就在你脑子里面一遍一遍的上演。哦，我觉得小帕讲这个题材还是一个挺需要勇气的事儿。当然，因为其实我身边就有得这个双向情感障碍的朋友，所以其实我是特别明白他说的那种，他在非常低落，以及他在非常觉得自己很牛的那个两个极端的状态里面来回的反复的。那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会觉得说我需要去看病吗？我有什么办法？就我觉得这个话题还是很值得去了解的，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因为我矫情啊，还是我的情绪？对，我也是觉得应该自己是矫情吧，但是这是特别不对的，就是病。对，后来才慢慢意识到这可能是病，得去看医生，所以就特别希望大家状态不好一定要去看医生，就不是你矫情好吗？对，就像比如说我们胃疼或者哪儿疼，我们觉得是生病了，但是这种情绪的病可能是它是看不见的、摸不到的。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正视这个事情。所以非常感谢小帕。题材非常难讲，是，尤其是这个题材结合了自己之后，给舞台表演提出来了特别大的难度。但是今天小帕非常非常的优秀，掌声再次送给小帕。谢谢。好 ，Kid， 请回台上。这是3人战队的第一组对抗，我们来看一下 Kid 和小帕为自己也为自己的战队得到了多少票数。哇 ，Kid 这么高，哇，厉害 ！Kid 289，小帕245，两位稍作休息，再次掌声送给2位。可以，没问题，可以，挺好笑，可以，很棒。喂妈，给你买的新手机收到了吧？不贵，就花了儿子半年积蓄。
我再给你背点特产回来啊，也就背个300公里吧。喂，喂，哎呦，怎么又在愧疚式反哺呢？补不了了，我妈说她看咱们节目学会用美团闪购了，30分钟好货到手，以后就不麻烦我了。哦，所以本来想反馈就是教育，结果阿姨用美团闪购反馈就是反哺了。对，我现在就打开美团点闪购，吃的喝的用的我全买上，我再返回去。K 的真是个好 K 的。马上要派出的这位朋友很有意思，他每次跟大家分享的都是生活里面的小趣事儿，而且他的表演风格呢，他的那种幽默、简单、纯粹、无负担，我们真的特别希望他给这个舞台带来一些很单纯的快乐。掌声欢迎李玟。嗨，大家好，我是李玟啊。然后我现在呢，是一个研3马上要毕业的学生，现在正在一家外企实习，朋友们。这公司特别好，特别好，哪儿都挺好的。唯一不好的就是在那个外企上个班，每个人都必须要起个英文名。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起个英文名。我经常因为我的英文名不够小众而感到非常的羞耻，因为我叫 Bob。这个名字是我从我小学英语老师那地方批发来的，不是只有我的名字这么普通。当时我们班 B 字辈3兄弟 ，Bob、Billy、笨，爸爸 Billy 笨，爸爸 Billy 笨还行。Bob 这个名字实在是太普通了，它显得你的英语水平很差。我室友的狗都叫 Daniel。上班第一天，3个同事请我吃饭，坐下来就开始自我介绍。中间那个人说：“嗨，我叫 Jackins， 这位是 Angelina， 这位是 Isabel。”我说哟，雅思词汇。最夸张的是那个伊莎贝尔，他跟我说你也可以叫我的简称伊莎。我心想你还简称伊莎，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叫伊莎？你的 Bell 呢？被林娜偷了。而且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英文名还可以缩写，关键是他缩完了还有3个字母，我一共就3个字母。我想了半天，我说那你也可以叫我鲍师傅。我觉得英文名就是这样，它会给人一种很强的第一印象。我有个同事，他叫 Aldrich， 朋友们 ，Aldrich 统治者的意思。我第一次在一个名单上看到这个名字，我就觉得这个人肯定是一个非常有个性、非常张扬的人。直到有一天，我们的 HR 过来点名，点到他的名字，说王志刚。他说到，我觉得王志刚不应该叫 Aldrich， 王志刚应该叫笨。所以我在公司里面从来不说自己的名字，我从来不说自己的名字，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特别热情、特别善良、特别主动的同事，他上来就跟我打招呼，他说：“嗨，我是 Sam。”我说 Sam。Damn， 不会是 SAM Sam 吧？他说对，我说我是 Bob。他说我等你很久了。我们俩当时那个状态就是张伟见刘刚。他也特别激动，他问我，他说我们俩是不是在哪儿见过？我说对，在多邻国。现在大家英文名复杂，中文名起的也很复杂，一定要独特不重名。新一代的小朋友，他们的中文名越来越复杂了，2个字的都很少，3个字为主，4个字也很常见。我还见过5个字的，我见过一个小朋友的中文名叫漳州沐雨辰。我一看以为打开王者荣耀了呢，感觉这个名字上户口都得上绿牌。漳州沐雨辰，它听起来像是一个代号。杭州吴彦祖，苏州彭于晏，漳州沐雨辰。而且你
仔细一品，你会觉得这个名字很像一句诗，像一个五言绝句。感觉以后起名字不用翻新华字典了，直接翻唐诗300首。姓白就白日依山尽，姓黄就黄河入海流，姓唐直接叫唐诗300首。以后那个老师走到教室里面来，讲台上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你们4个来我办公室。所以有时候如果突然别人说出了5个字，大家也不要太意外，他可能只是在叫他的朋友。番茄是个宝，茄黄错不了。每桶使用约1颗阳光番茄的茄黄，就是脱口秀最好的朋友。现在这些名字除了拼复杂，还要拼内涵。我之前认识一个高中生朋友，他上来跟我介绍他的名字，他说：“你好，我叫周一化。”然后念了2句我完全听不懂的诗。他说：“一是汉地之德，四其一儿的一；化是鬼化于幽静，婆娑于人间的化。”我说：“好诗。”好诗。他说：“那你叫什么呀？”我说：“我叫李文，李白的李，没文化的文。”我觉得不是名字让你变得独特，而是应该你让这个名字变得独特，对吧？就像有很多，这世界上会有很多叫李白的人，礼拜1、礼拜2、礼拜3、礼拜4、礼拜5、礼拜6，我就只喜欢礼拜6，我最讨厌礼拜1，对吧？但是有一些名字，它就会因为一个人变得很不一样，你会觉得你要是叫这个名字，你的人生都会改变。比如，如果你叫慕容云海。你会觉得你的人生就定性了。上大学的时候会交到3个朋友，会有一辆国产跑车，笑起来牙齿特别的白，见到喜欢的女孩就会说：“喂，你好。”所以我一直觉得，你这名字普通一点没关系，对吧？跟别人重名也没关系。我经常跟别人重名，我跟别人重名只会很开心。我说：“哇，你也叫李文？”我已经很习惯了。像我们这种名字，李文、张伟、王强、刘刚，这4个名字抓到上海来能住满一个区。我们可以叫它重名区。想明白这个道理过后，我就大胆说出自己的名字了。我英文名我也随便说。前段时间我妈关心我，她说：“你最近毕业了，工作怎么样呢？”我说：“还挺好的，在实习，在干销售。”我妈最讨厌干销售的，她说：“你一个研究生毕业，你干销售，卖课啊？”我说：“卖课，是我的领导。”我是鲍勃。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来，鲍勃李玟的锁票通道开启。哇，鲍勃好厉害！李玟一如既往在讲生活当中特别简单、特别简单、特别简单的事情。对，就因为个鲍勃是吧？我应该是京东鲍勃啊，我好吧。京东鲍勃，但其实李玟的厉害就在于简单的可爱。对，就一点小事儿，给你挖了好久，然后能延伸出一块儿来，对，一大片天地。对，哎，李玟，我问你一下，因为你在前一段的创作前2轮有朱老师，有刘叔叔，然后为什么没有延续说到了第3赛段再讲一个人的故事？因为其实上一个赛段的现场的表演可能有一点折戟的感觉吧，然后我想着能不能换一种别的风格来这个舞台上尝试一下。我想如果万一我这一轮离开这个舞台了，那我在这个舞台上都没有尝试过别的东西，所以我想多尝试一些不同的风格在这个舞台上。挺好的。但是我们想朱老师是吧？啊，希望他下回回来呀，快回来呀，朱老师啊，忘掉他。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起英文名字的啊，就是我们刚刚接触那个英文的时候，可能就是连句子都还不会说的时候，那个老师就会让你选一个你自己的英文名字。我记得我当时第一个去指的那个名字，我说这个怎么念？我选的第一个叫杰奎琳。那你为什么要指那个呢？当时因为我觉得它很长嘛，可能它不很特别或怎么样，但是实际上你不知道怎么念。然后我就说这个不要了，再换一个，又指了一个啊，叫什么？
芭芭拉。芭。所以说，我如果说当时选了这个名字的话，我可能今天的英文名字就叫芭芭拉里。芭芭拉里。你知道芭芭拉给人感觉是一个上年纪的一个女性。对。你刚才说那个 Bob 这个名字太短，显得没文化，那个是真实想法吗？对，我这个是我之前一直但你是研三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 Bob 其实是 Robert 的昵称。对，所以那个伊莎贝尔，他要你叫他伊莎的时候，不也是昵称吗？对，那伊莎不就也短了吗？那你介意这个 Bob 短的话，你就叫 Robert 不就行了吗？因为 Bob 就是 Robert 的昵称。其实我就是在创作这个段子的时候才知道 Bob 是 Robert 的简称，我之前一直不知道，所以这个情绪确实是真实的情绪。但是后来我知道过后，我也没有换这个名字，我觉得特别好。哎，罗老师有英文名吗？像我们这个年代，不会自己没事起个英文名的，都是老师给你随便指定。你叫啥，罗老师？我那个就很老派，比芭芭拉还老派。说一下，就是保罗，就是泡那个。哦 ，PAUL。对，那个就很尴尬，因为我们同学什么江大卫啊、陈约翰呐，听着还挺洋气的。我姓罗，然后就叫罗保罗，就贼傻。罗保罗呀，我这名也挺好的。可爱接地气。张绍刚老师，你叫什么？我没有，你不可能没有，我没有。你这么骚气的人，肯定有。骚气还行。当时就是说那个要就是邮箱啊什么的，因为我叫张绍刚啊，然后所以我就把绍刚这2个就用了一个音拉丁拼法啊，对拉丁，然后我就用的是搜狗。哎，你英文名叫什么？我叫 Walkie。叫啥 ？Walkie， 就是我看过一个人说胡说八道的意思，就是说 Walkie， 然后就是当时我觉得就是那个特别好听是英语吗？对，不是瞎拼的，就是乱拼的那种乱拼的啊。对，3D 老师作为编剧老师，您怎么评价他的这个文本？他最后还想了另外一个梗，但是他没有用啊。我们能听听吗？看有多垮。就是他不是垮，是太抽象了，我给大家演一遍啊，就是名字复杂，其实当然有不好的地方，但是有些时候呢，其实也能救你一命。哎，比如说，如果你在路上有一天偶然遇到了银角大王，他说你叫什么呀？你直接把身份证甩在他的脸上，你说你在叫什么呀？其实我也不叫李文。我的真名很复杂，但我今天不告诉你们，因为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银角大王。很好。所以说编剧老师很重要，谢谢老师们，没有让他讲这个东西。来，我们要再次把掌声送给一直在勇于尝试分享简单快乐的李文。李文。马上要和李文对战的这位朋友，平时给人的感觉就很酷，很英姿飒爽。但是今天呢，他想要换一条赛道，加油，姐！深入内心和我们分享关于他的窘迫。让我们掌声欢迎秋月。哇，你们好，我是秋月，谢。我小的时候家里是摆摊卖水果的，从来不缺水果吃，什么坏吃什么。真的，身体从来不缺维生素，也不缺黄曲霉素。我妈会把这个水果烂掉的部分切掉，然后跟各种水果混成一起，弄个果盘，让我带到学校去，鲜果切。我一般都会在上午选择跟同学们分享完，因为下午就会变成烂果切了。其实这不是最闹心的，我烦的是我每次交学费。我有一次交学费，我上我妈摊上去要钱，然后我妈就给我从兜里掏出那个1块、5块的零钱，凑成6捆600，装在书包里。你知道同学的600没有人发现，我的600很引人注目，放在书包里鼓鼓的。同学都问你要炸学校啊？我说这里是钱，他说你要把学校买下来呀。而
而且那种不知道转了几手的零钱，你知道吗？特别多，还特别臭，味道很大。同学们都说我，他说：“哎，秋儿家里虽然很穷，但有2个臭钱儿。”我到了学校之后，老师让我们把钱拿出来啊！我把钱打开之后，我看着那个钱，我心都碎了，碎成1块1块。老师让我们把钱拿出来，让我们在钱的右下角用铅笔写上自己的名字。同学们都写完了，我刚铺完。同学们把600块钱交出去，我还剩500多没写完呢。老师都着急，说你干嘛呢？磨磨蹭蹭的走到跟前一看，哎呀，老师相信你，不用写了，来，相信你。他就开始收我的钱，他收不住我的钱，钱多的2只手他拿不过来。我从他表情里能看出他也没见过这么多钱。他回到讲台就开始数，他把同学的钱全都数完了，放在一旁，摞一起没有这6摞厚。他就开始数我的钱，1块、2块、3块、4块、5块、6块，然后碰到一个5块、7块、8块、9块、10块、11块。老师是语文老师。你想知600多块钱零钱很难一次性数对，不是多1块就是少1块。老师数都急眼，我数到哪了？下课。这时候老师就很生气，指着我说：“就是因为你耽误全班1节课时间。”当时我心里很难受，我同学们很高兴，说我在家这数羊数100都睡不着，老师数6块钱我就睡着了。这都问老师，老师你还能数1节课吗？其实我心里知道这是我的原因，我知道从那以后我就做什么我都特别小心，我就生怕浪费别人的时间，我怕耽误别人。就上个赛制我就犯了点错误，上赛制之前我喝了1瓶功能饮料。大家可能不知道功能饮料特别利尿。我当时就坐在2楼中间的那个位置，就坐在那里，真的我有点受不了，时不时我就站起来。每个演员上台下台我都要站起来一下，他们以为我不服气要站他们。这时候我就跟我的话筒说话，我就说我要上厕所，能不能派人接我一下？我说给我个机会。我半天没有人理我，我就跟我身后的演员说话，我说我要上厕所。他说我也想去。但他看我的表情，他笑了，我就知道他的想和我的想，他不是一个量级。朋友们真的很难受，我没办法，我死死的拽着自己的裤子，我就拽着自己的裤子。但是我今天穿了一个浪姐的同款，就两边都是钻，特别漂亮。我当时穿的时候我就说，我一定要好好爱护它。结果我当场抠掉6颗钻。我没办法，我控制不住，让我控制不住，我就发现，我就发现裤子，我观察它的颜色，我在想它是牛仔蓝，如果它要是湿了的话，能不能被看出来啊？而且按照我们当时的比赛规则啊，就我随时可能被抽到上台。我想一会儿我要是上台了，我 PK 谁呀？我这样我还能 PK 吗？这时候我就跟我的麦说，我说一会儿如果我要是不行的话，你能不能只照我的上半身？我当时还观察了4位导师，我在想3个多小时过去了，怎么一点事儿也没有？现场260多个观众，40多个演员，怎么都能挺住，就我不行。我就跟自己较劲，我当时说我一定要挺，我就能挺住，我为什么不行？我挺到第7个演员上场，贾浩上场。当时孟川老师跟我说的，哎呀，贾浩上场，这场一定会有休息。我当时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身上，我在他一上场我就喊满票，结果喊着喊着变成厕所，高票晋级，全场高呼，我也高呼，我上厕所啦！真的，我就开始准备好，就在了2楼那个口的位置，我就开始准备好就出去。我说来，你们给我让个跑道来。这时候我以为主持人会喊到说我们休息了，结果他喊的是有请我们下一位演员。我当时就崩溃，我绝望了，朋友们，我绝望了。我开始观察我那个楼离地面的高度，我开始问旁边的演员，我说你们看看到底有多高，我要跳下去。他说不行，太危险。我说你是不知道我现在有多危险。我跟旁边的川哥说，我说川哥我不行了，我可能要尿这儿了。川哥说啊，现在吗？
我以前一直坚信一句老话，我说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呢。哎，憋那样了，我都没有走下去，我怕穿过舞台，我怕影响别人，我怕耽误大家时间，我都开始恨自己。我想起了我自己小时候一次次上厕所不敢举手的场景，真的，我恨自己，我坐的长椅，我恨自己坐，它为什么是个长椅，它不是个马桶？我看被我抠的长椅那个洞，我在想那洞再大点该有多好。我跟你说，人呐，迫不得已的时候会产生幻觉，我就感觉我人已经在走向厕所了。我在走上厕所，你们有没有小时候做过那种梦，就是那种找厕所的梦？哎，找不着还好，找到就麻烦了。我当时马上就找到了，这个时候我就听旁边人喊，他说：“秋月，秋月，秋月，我也要去厕所，我们一起。”我一看是张俊，他说出一起的时候，我都想跟他一起私奔了。他让我沿着楼梯口下台了，我就沿着楼梯口下台。这个时候有导演组的人看见了我，就把我带到厕所。真的那一路我都没敢跑，我没敢跑，我怕摔倒，我摔倒我就爆炸了。哦，本以为这个事儿结束，谁也没有影响。然后那天导演跟我说，他说你那天表情太奇怪了，你是觉得他们讲的都不好笑吗？我在这儿我必须解释一下，人呐在很急的时候耳朵会聋掉的。哎，我想他们一定是很好笑的，只不过全程我都在尿点上。但是今天我不怕耽误大家时间，因为经过上次我知道比赛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要尽情的释放自己。好，谢谢大家，我是秋月，谢谢大家。来，秋月的锁票倒计时。我觉得挺好，但是我一直盼着后边这个就是这个尿尿这事儿啊，能有一个别的方式。就是我之前录节目的时候也是，然后不敢跟人说，然后那时候还戴着那耳机，而且在北京录像，你知道吧？北京人说话不是吞字儿嘛。然后我跟导演说，哦，那导演说干嘛？我说尿尿，他跟我说你好你好你好，我说尿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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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不是你好是尿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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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所以说。然后当时我就想我这事儿，我说超越我这个梗应该就可以了，但是就是没有超越到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特别爆的这种点，所以我没有拍这个灯啊。但我觉得过程挺可爱的。我关心就是这种事儿，大家遇到过，但是真正爆炸这个事情，爆炸这个事儿咱们就别遇见了。就是谁，我都不敢问，没事您接着聊您的啊。我怎么这么想问呢？春生老师，你爆过吗？真要讲吗？我记得我应该小学1年级啊，我有严重的恐湿，我不敢举手，不敢说我想要去厕所，然后我一直憋了一上午，然后我回家的时候，然后我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到极限了，憋了一上午啊。对，一上午，他就到他刚刚说的那个快马上就即将爆炸了，然后我已经上不了楼了，但是我那个时候奶奶家住3楼，自己上不去，我就在楼下就拼命的喊他，我说奶奶接我。上不去了，对，因为2楼还有一条狗。哇，这基于各种原因，反正最后你就释放了。跟奶奶说没事，带条裤子过来就行了啊。他这个事儿其实我是觉得很有意思，很有趣，但是我觉得稍微我今天有点犹豫，就是因为上一次秋月特别好，今天我觉得他可能有点着急或者怎么样，他中间有一些东西我们在这儿我感觉有点听不太清楚。吞刺，感觉过去了。哎，这个特敏感，有点没听太清楚。我们也感觉有点不自信，是不是有一些点的？对这个事情本来他有一点那个不好意思，因为成人了，都30多岁了，但是确实上次确实也就挺难受的。他们有一些行为的时候，其实再憋一会儿，幸福的更多。再憋一会儿，不要尿裤子，不要尿裤子。然后回去3天肚子都痛。就在想有没有必要做这个事儿，但是出于性格，我没有办法做到在公共场合跟大家说，就是我很难做到这件事，所以我就想给他讲出来，因为我长大了也会遇到这种事情，就真的会尿在外面。我原来在工地上面没有人，没有女孩，然后就一个女生，她就不会因为女生再单独做个厕所，我就对尿裤子了。然后我在想，那工人都能看到怎么办？我就找了个水车，让水车喷我，哎，都给我喷湿了就好了那种。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就很窘迫那种感觉。我是全程听着很心疼，就是我自己也很能感同身受。
就是因为我的性格也跟你这是一样的，很怕麻烦，关键很怕吸引别人不必要的注意力。其实别人都在工作，我突然说我要上洗手间，就那个压力，我后来想明白，我宁可我就憋着。所以你刚才一讲，我会特别心疼，这是一点。还有就前面是特别成熟的，后边可能你太就像意识流一样去讲。但是没有一个属于脱口秀式的那种文本的打磨，它还不够精致。但我个人认为瑕不掩瑜，因为我很能产生这种共情，所以我是很高兴但又很心疼的听完的，所以我拍了灯。谢谢。但是我觉得秋月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示，我决定在第一组3-3对抗结束之后，现在吗？不是，还有俩人呢。我说。在第一组3-3对抗结束之后，我决定让大家去厕所。好嘞。谢谢秋月。谢谢。李玟回到台上，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最终获得的票数是。李玟278，秋月239，现在蚊子德子叶子是567，花木兰是484。每队还有最后一位要来表演的演员，2位先等待区休息。虽然很多人面临有一样的问题，但大家好像很少用我这种窝囊的方式去解决。可能我就是那种比较窝囊的人吧。所以我会为自己这种窝囊的行为感到无奈。当天晚上开完麦，我就犹豫了一下，然后后来我还是毅然决然决定还是讲吧，不遗憾。我觉得就是我表现就应该那个分数还有一点偏高了，至少观众的分可能偏高一点。李玟上一轮比完之后，其实很担心她。让我们恭喜李玟。很怕他心理负担太重，而且不相信自己讲小事儿或者说简单幽默的能力。打了，关注超多演，没事，你来干，没事，晋级了，下回好好。下3段再见，谢谢各位。不用压力，这事儿我每年都被淘汰一天。你这东西，你不能老这样，知道吗？其实身边很多的演员朋友都一直在鼓励我说，你要相信自己，你的事儿不是破事儿，你的事儿是很有趣的事儿。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坚定了就要讲这个，就还是要把这篇稿子给带到舞台上来，所以一定要拼一次。对。HR 过来点名，点到他的名字，说王志刚。我爸就叫王志刚。什么？给叔叔道个歉那个叔叔对不起，叔叔对不起。来，蚊子德子叶子队马上要派出的这位朋友，他就是又倒霉又幸运的生活已经挺家喻户晓了。今天他打算继续跟大家分享他的荒谬故事，掌声欢迎季叶。大家好，各行各业的朋友，你们好，很开心，我是季叶。去年有更多的人认识我了，我们学校任命我为知名校友，我的照片已经挂在教学楼的走廊了，我跟牛顿挂一排。娱乐圈打到学术圈了。人一出名就会很飘，看过了娱乐圈的灯红酒绿，不太想要单位的五险一金了，好想离职啊！刚好公司就准备裁员，我值得被裁。在我们部门，如果要比谁最差，我肯定是最好的。而且我来公司3年了，那个赔偿金不少的。我的工位要拆迁了。我们组长在那个部门群里说，公司要裁员，大家做好准备，做准备。哥们儿，新手机都换了，就等着公司发国补了。那么有人会问，那旧的手机该怎么办呢？出门转一转吧。
等了2天，我们组长把我叫到会议室，他说他决定把自己裁了。你还能裁自己？你权力这么大吗？女巫把自己给毒了，法官把自己给告了。哎，刑场上我等着被杀头呢，刽子手突然说那个老子也不活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早就想走了，也等着拆迁呢。他裁自己的理由是没有带好我。但我唯一知道的是，他的赔偿金肯定更多，因为我无意中瞥到他那个显示器，狗东西已经开始看车了。那旧的车应该怎么？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最后没有等到 N+1，我就主动离职了，相当于净身出户。我也是第一次经历那种断崖式离职，走不出来。好怀念在公司摸鱼的时刻呀，想念公司的厕所。我一天能去8次。我在公司其实有2个工位，一个用来办公，一个用来出工。那个厕所见证我太多了。我第一次上王者就是在那个厕所，我甚至在厕所面试过。我还想念陪伴了我3年的电脑，我用它工作，也用它争吵，键盘都有些失灵了。尤其是 S 和 B 这2个键，不要误会，是给 Sam 和 Bob 发消息。我挺想上班的，我之前的段子都是上班写的，你知道不上班就没段子。找了好久我都没找到工作，我刷短视频刷到一个叫假装上班公司的，你们听说过这个吗？假装上班。他有会议室，有工位，花50块钱能做1整天。我本来想找点负面情绪攒攒素材，去了我就爱上了。从未见过这么快乐的职场，这里上班不用打卡的。我去的第1天还下意识地问他：“哎，咱们在哪儿打卡呀？”老板说：“打什么卡？你要实在想打，可以去大众点评打。”来这儿大多是那种刚失业的人。我发现我们这些没有工作的人在一起，还是会有那种卷的惯性。没有实质工作，就只能在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卷，比如职位。职位可以自由选择的，全都想当 CEO， 一进公司全是 CEO。我觉得这个公司有点塞不下这么多 EO 了啊。起名字也卷，这里会模仿那种互联网大厂随便起。我们那个公司其实现在有2个乔布斯，3个巴菲特 ，Office 剧本杀。大家有点玩进去了。有个刚失业的大姐，我们管她叫明珠，因为她离空调最近。有一个大哥欠了很多债，想创业没钱，一直在这耗着。我说你就叫永浩。可热闹了，一到中午我们就让明珠姐把那个空调调低点，然后我跟3个巴菲特共进午餐，拼好饭。吃完饭，永浩到处问呢，要不要交个朋友啊？要不要？而且你知道，为了让大家那个体验更沉浸，公司还给大家做工资条，但是不发，纯给情绪价值。刚开始统一发2万，然后有人不满意了，那他凭什么2万？我要3万，又开始卷了。不瞒大家，我现在月薪3个亿，这还是实习工资呢啊！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娱乐项目了。我看那个工资条我都害怕，3亿，这得数到什么时候啊？上坟都没有这么激进啊！我看那个工资条，我说实话有点理解有钱人了。钱对我来说真的就只是串数字而已，我对钱不感兴趣。我的花名你们也能猜出来了，叫我小马就可以了。我们还会聚会一起聊大家来这里的原因，说你是怎么进来的，你是怎么进来的，感觉自己进监狱了。你犯了什么法？我犯了不劳动法。大家来的原因也蛮离谱的，乔布斯跟老板意见不合，一怒之下把老板的发财树偷回家了。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形式的职务侵占，纯侵占职务啊。明珠姐是遭遇了电信诈骗，她给骗子转了3万多。我说这为什么要开除你呢？她说那个走的是公司的借款。
该呀姐。也有本来没有工作的巴菲特1号，之前他在家里全职炒股，后来为了骗家里人来这里付费炒股，天天赔钱，一天赔了4万多。我们为了安慰他，众筹分给了他1个亿。平时大家就聚在那个会议室里看电影，我们最爱看的电影是《复仇者联盟》，感觉我们也挺像的。我觉得漫威这2年的电影越来越难看了，就是没拍对东西，你就拍我们呀，失业者联盟。别的英雄看到 BOSS 想打，我们看到 BOSS 都说啊，您这儿直聘嘛。看嗨了，甚至想回家边喝酒边看。那么有人会问了，喝的是什么酒呢？你们是懂喜剧的，肯定是国民白酒老村长，真正纯粮酒，好喝不上头，让生活更开心。甭管能不能入职，我先来一个植入。我在那里待了1个月就走了，然后上周为了写段子又回去了，回去发现明珠、永浩都走了，巴菲特都只剩下1个了。巴菲特1号走得很不体面，是他老婆追到公司来了，他老婆以为他出轨了，说你怎么天天花这么多钱？那个女的叫什么 ？A 股。当时我看着那个空荡荡的工位有点伤感，但又一想大家离开也挺好的，我觉得肯定是有变动了，但也有可能是交不起50块钱了。但我更希望是他们都找到新工作了。好，谢谢大家，我是基友，这么节开心，谢谢大家，谢谢。索票听到，开始。再次掌声送给谢谢大家，谢谢。哎，介你想过吗？就是辞职之后做全职脱口秀？其实是想过的。其实辞职之后就是做了一段时间的全职脱口秀，然后发现太不适应了。主要不适应在哪儿？主要就是你上了4、5年班之后，你发现 DNA 里已经有那种早8的基因了，就是我早上8点会固定起来，就是不管比如说有时候录制或者别的活儿也好，晚上录到1、2点，早上还是8点醒来，就一直有那个上班的那种生物钟在。而且主要我写段子确实是得有素材才能写，就不上班，天天在家里，太快乐了，就是一开心不痛苦了，找不着没有激发了。想过试了一下之后，觉得还是上班。对，我试了很多方式。我今天没拍的原因是在于我对季业怎么回事儿，他怎么越讲自个儿越不信了？这个就是对，就是我上来我感觉是没建立好，上来我其实心里想的是啊，大家欢呼，然后那一下子我没顶好，后面就哎呦，那个假装上班公司是真的吗？真的。他就在北京的亦庄一栋楼里，然后那个楼一栋楼都是那个一栋楼里面，但是他那个假装上班那个 logo 特别明显，你感觉这栋楼都是假装上班的，对，就是特明显。然后我就去了，就其实当一个自习室玩。我觉得节奏不太好，但作品还是挺好玩的，所以我觉得3登的话可能好一些。对，这个是我一开始没进去，一开始有点错了。所以他越讲越没信心，那种感觉就垮下来了。本质其实挺好的。来，卢玉，季业本身能力又很强，它其实是一个反向的职场的内容，我觉得又很有趣。还有就是最后这个结尾，你能不能改？最后结尾有一些悲凉，我觉得你说哦，你想我去了以后他们都不在了，是不是有人50块钱都交不了？我等你再给我一份，让我把这个再破一下那个。对，我懂。否则我觉得就怎么这么难呢？但确实是那天我去的真实的感受，因为我在那儿坐了2、3个小时，大家都没有再进来，有一点点，但他就是这么一个环境。其实，而且我想说的，其实可能没表达清楚，就是在这个段子里面，我想说是大家其实在这儿守望相助，就是会来人，我们甚至会互相给自己推荐自己之前的公司，有点废物利用的感觉，就是但是想帮助大家走出去。虽然我们知道这是中间的过渡，但我觉得后面其实是我当下的那个真实的感受，我就想着。我再多说一句，因为你要明白，此刻就是整个大的这个氛围，大家会特别能够感同身受。明白。越是感同身受，你越得破一下。OK， 我懂。好嘞，介在等待区稍微休息。在第1轮3人战队的对决中，最后一位要上场的朋友，在之前的表演里面，他们让我们认识了他作为妻子、作为母亲的 A 面、B 面。今天他要让我们认识的是他很潇洒的一面，掌声欢迎小雪。大家好，我是小雪。2楼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一个老北京的中年姐姐，也是2个孩子的妈妈了啊。但是今天呢，我不讲我的中年啊，讲讲我年轻那会儿的事儿。我年轻那会儿啊，非常的洒脱。我去过3次的西藏，我登过珠峰大本营。我第1次进藏嘛，我为了快点儿，我是直接坐飞机去的。就好多人到西藏都有那种高原反应，我一点反应都没有。我是后来掐人中才醒过来的。第2次我就有经验了，就是你别吸氧，就是你老吸氧，你的大脑就永远适应不了那个高原。我就是忍着，我是在西藏忍到了第3天，我就坐飞机回去了。第3次我就更有经验了，就是你不能再一个人去了。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你陪我进西藏吧。我妈说我60多了，我是陪你进藏还是陪葬啊？我爸在那屋喊几点了还不给我弄饭，把我那啤酒给我拿来，我那半只袜子你给我找着了吗？我妈说走，咱们快点去西藏。第3次我跟你说还没出那个机场，我就又高原反应了。但这时候我妈非常的给力，一手拎着行李，一手夹着我负重前行，还对我进行那种温暖的问候。我妈说缺了个德的，他妈在家伺候完老的，出来又伺候小的，我伺候你全家个腿儿啊！反正听着就是很温暖。在我妈的照顾下呢，很快我就恢复了。然后呢，我们就找了一个西藏的藏师傅当司机，又成功拼到2个驴友。第一个驴友是一个大哥，很魁梧，一上车就跟我们说我要去珠峰，然后就倒下去了。第2个呢是一个大姐，很富态啊，特别热情，跟我们说啊，你们叫我胖大姐就行了啊。我呢这个显亲切，我也不跟你们客气，我是来穷游的。我呢也不跟你们吃饭 AA 了，你们点的菜呢我就尝一口。但是我的菜一上来，大姐就说啊，小雪我尝一口，我尝一口，我尝一口，我尝一口。我直说大姐你给我剩一口，剩一口，剩一口。更闹心的还在后头，就是我们有那么一段路啊，遇到泥石流了，就把路都给冲烂了。这种情况下你别慌，藏师傅他是老司机，他换路，一换路很快我们就迷路了。这种情况下你别慌，迷路就往回走嘛，对吧？很快我们车就陷泥里了。这种情况下你别慌，打电话求救援嘛。哎，一打电话我们发现我们所有人手机都没有信号了，我们误入无人区了。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慌了。真慌了，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是车上那个驴友大哥非常的冷静，他说就你们这个几个女的呀，别怕，我罩着你们。说完大哥就又倒下去了。你看藏师傅看着我们这一车啊，老弱病残。藏师傅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说他要徒步回去找藏民来帮忙。我不信任他，我说您还回来吗？藏师傅说肯定回呀，命在这里。真的，我听到这话我非常的感动。我第1次这么急切希望一个男人快速回到我的身边。藏师傅也坚定地说，车就是我的命。等到第2天，藏师傅也没有回来，我就在无人区简单的走了走啊。我跟你们说，真的是一片荒芜，好多地儿都是那种动物的骸骨。还好有我妈陪我边上，对我进行了温暖的问候。我妈说缺了个德的。我说妈，你看多好，人生是旷野。我妈说这诓谁呢？诓你妈妈呢。我们当天还面临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车上的吃的已经不多了，供给严重不足。哎，这时候带着长辈就是好。我妈从包里啊拿出4块威化，我妈说这是我贡献出来的啊，咱们都不要动了，留到最后顶不住时再吃。我们都非常的感动，就连那胖大姐都坚定的跟我妈说，她说阿姨我顶不住了。当时就吃了一个。你看这叫什么？这叫贪婪的人先享受世界，而幻想公平的人都还在挨饿。等到了天黑，真的我紧张的望着窗外，因为我白天看了太多动物的骸骨，我怕呀，万一真有野兽来了怎么办？但是我也安慰我自己，我说你别怕，野兽来了，它肯定会先吃胖大姐。野兽不来，那我们就吃胖大姐。但开玩笑啊，就尝一口。
我发现我妈这时候也静静地看着窗外，我就问我妈，我说妈，您想什么呢？我妈说了这辈子她都没有说过的话，她说我想你爸了。等到第3天由天亮到天黑，藏师傅还没有回来，那一刻真的我觉得我完了。你们有没有那种时刻啊？就觉得那一关自己真的熬不过去了，就这一关自己真的不行了。就在我最绝望的时候，突然从黑暗中亮起了一个光点，接下来越来越多的光点亮起来了。藏师傅带着藏民们赶过来了，就我看到他们那一刻，真的我那种感觉就是，我都觉得我爱上他们了。我爱到什么程度？我想平等的嫁给每一个藏民。人家藏民们艰难的把我们救出来，1分钱都没要。你看，曾经我不信任的人是最终救我的人，而曾经我相信的人，就我车上那2个驴友。后来我才知道，我们车上那3个危患消失了。知道谁干的吗？胖大姐。认为大姐的举个手，我看一看。你看人心中的成见，是大哥。胖大姐告的状，说她想偷吃早就没有了。我当时特别的生气，我跟我妈说妈，你看这就是人性的自私。我妈说孩子别生气，妈包里还有30块威化。所以说人性是自私的，但是母爱它是伟大的。从无人区出来了以后，你们以为我就熬过来了？我跟你说，真正的生死劫才开始等着我。我要去哪儿啊？我要去珠峰啊！但是我们的车继续往上开，我发现我的脑袋越来越疼。那个海拔由4300、4500、4700，我2次高反了。我们马上要到珠峰大本营，海拔5200的时候，真的我整个人都起不来了。但是那时候我跟我自己说，小雪，你一定不能再倒下去了，你要再倒下去，一睁眼他妈又到机场了。我让我妈扶着我，我说咱继续往上走。这叫我妈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我都弱成这样了，我还在坚持往上走，就连周围的驴友都发出感叹，说哇真厉害，老太太真厉害。还有个人过来问我妈说，阿姨您扛一次多少钱？然后我就昏死过去了。是听后来的驴友说，是我妈给我扛回到大本营的帐篷里头，守候了我一宿，也问候了我一宿。好多驴友也劝我妈说，阿姨您别骂了，您家姑娘可能有一点点死了。但是等第2天早晨，帐篷里的驴友们都没有醒的时候，我是第一个睁眼的。就那时候我感觉身上哇太精神了。其实我的高反是在那一刻彻底熬过来了。我走到帐篷门口，正好一缕阳光打在我的身上，我身上都散发着那种金边。有个驴友看见了，赶紧叫我妈说，阿姨快点，您家姑娘可能要走了。恢复过来的我在海拔5200，我奔跑跳跃真的都没问题了。你谁能想到2天前我还在无人区，我生死绝望，如今我看雪山看冰川。我当不了什么乘风破浪的姐姐，但是我能做青藏高原的学姐。珠峰之行到现在就一直教会给我一道理，就是坚持。你看我现在，我人到中年，我弄着2个孩子，我再苦再难，但我都坚持。我坚持把我妈带身边。我登顶不了珠峰了，但是我还继续在登我自己人生的山峰。真的，你们也一样，继续往上爬，啥都别怕。曾经你们认为的绝望，再回头都是风景。我是小雪。来，掌声送给小雪。小雪的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小雪。小雪第1轮说的是做妻子，第2轮说的是做妈妈，结果你到了第3轮突然做了一个转向，题材让大家完全意料之外，为什么？就是想觉得，其实这个女性嘛，她由她成长的过程中，她是有不同面的啊。她不一定说我做了妈妈就永远都是这种家长里短啊、鸡毛蒜皮。而且呢，我觉得这一篇是我更想表达的，因为这里头它是有2代女性的这种托举，这是我更想说的一方面。因为一上来人中那个笑话还可以啊，就是那个就一上来说那个没反应了，因为你有3天呀，在那头，这个经历真的很让人难忘。据说在西藏要是迷路的话，就要在原地等一个喇嘛。
因为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拎着2斤粑粑。这个事儿是真的对吗？就是说3天活就在那儿等着，没有吃的啊，对，就是非常迷茫的在等着那个人回来。对，有吃的，但是呢，大家呢就是说。尽量想省着点儿，因为大家都各吃各的嘛，看谁也没管谁，所以我母亲就把那个微环拿出来说：“咱们就这留着，别动了。”就是让大家有这么一个集体意识，咱得存点共同的了。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呀？明白？对，行，我觉得就是他就是这3天这事儿太记忆犹新了，觉得必须得讲出来。来，再次把掌声送给小雪。我们现在请之前表演完的4位演员全部来到台上。这是第1组，3人小组的对战。再强调一下我们的规则：3人小组对战3人成绩的总和将决定这支队伍的去留。分数高那支队伍3个人全部晋级，分数低的3个人进入到待定区。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季叶和小雪2位分别得到的票数。哇，这么低呢？那240不会和218，不会。蚊子、德子、叶子，你们的总票数是807票，而花木兰是702票。我们现在要恭喜蚊子、德子、叶子的3位进入到下一赛段。花木兰的3位要在待定区等候所有演员表演结束之后。我们要通过一个通榜来决定大家的去留。基业的话，我想跟他说，祝你的孩子能够特别顺利、健康、平安的出生，然后希望你能当一个开心的好爸爸。对，这句我加1一下啊，这句我加1一下。我想跟 Kid 说，他像我们的大哥，就是又在引导我们。Kid 的话就是真诚的感谢吧。对，我是别整啊。因为他去年帮我挺多的，对，去年你很难想象他孩子出生的时候得哭成啥样，为我都哭成这样。就是在去年帮我挺多的，意思今年一点没帮上，今年也帮，今年帮大忙，只不过说就是去年一直没有机会说嘛，小问题，就是你要找个地方说的话，感觉很假。我现在的违心感受是因为我匹配不上大家，就是感觉你们都这么好，虽然我晋级了，所有人都不错，但是这会让你更难受啊！就是没事儿，哎呀，小问题。我是觉得我们今天能比成这样是运气成分很大，但是也一定不要否认自己的努力。我们的群内容没有一条跟内容无关的东西。之前我都是一个人闷着头写，然后其实我觉得大家在一起写东西的时候会有更多思路、更多灵感，真的会在这个节目里面交到2位特别好的朋友。你在这个行业里有个能给你改段子的人，这个是很珍贵的东西。脱口秀一定是需要伙伴的。蚊子、德子、叶子，一切为了孩子。在我看来，我觉得我们都是应该是稳定的发挥了，没有受太多现场的影响。但是小胖有一点，就是因为他在第一个多少还是有一点压力在。我挺想走到第4轮的，因为只有第4轮的时候节目播出了，我站在台上，我可能一站上去，大家就知道我是小胖了。我不想再和观众以陌生人的身份见面，所以这次表现不好，成绩又很不理想的时候，我真的挺难过的。对，他的心态，他快不行了。问题是这个高压的环境里面，我真的好希望有人在。不管今天谁晋级谁淘汰，就感觉就是咱们3个会阴魂不散的，反正不是这会儿见就是那会儿见。行，不是这会儿见就是那会儿见。对对对。接下来马上要对战的这2队是马大帅对4大天王。首先有请马大帅。为什么叫马大帅？我爷养过马，我体格大，我摔断过腿。
相评价一下。一般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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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一般，都挺一般。建群了吗？见了，讲了足足6句话。豆哥发了一首马大帅主题曲，烘托一下气氛。是路的看就免不了，有狗狗看看。这几个朋友我们叫进来，怎么去闯？这去闯每一关，活出个样来给自己看。千难万险脚下踩，啥也难不倒咱。你没买 VIP 啊？你没买 VIP 啊？我们那赛出风格吧，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起来，向左转，起步走，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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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是，这个我是。我们是马大帅。我们同样是小木狼，我们狼。好，回去吧，来，掌声，欢送他们去等待区啊！结果，让我们掌声欢迎4大天王队：哈哈桃、小齐、徐浩文、韩湘文。我们是4大天王。魔力听，魔力海，魔力丧，王力宏，花田里的光。别练吧，你练半天练着啥？确认要结成好友的选手，你们可以一起走到我们沙发区。还没开始啊，是稍安勿躁，大家。我以为先组完队可以先走，他着急上网，着急的走，我们。这几个朋友，我们交定了。所以都是听到。妈妈。魔力兽他妈给他打电话呢，专业点，专业点，我拿我的法器给你收了。我们作为皇族图特，就会要推出一位新王。我们有战术的。如果韦大爷没来，他肯定是在别的队，因为他肯定会拉低我们的票啊！我就这么说了。忘恩负义呢？我很感谢节目组韦大爷第1轮就把这个老鼠屎搞走了，很纯现在。是过意呀。友情是充电宝。第3位也是我的宝，他刚来上马，他也是第1次上节目，会说一些傻话。友情是什么？友情是廣東話南入始終有樂趣。友情是不敢咁多多從，美夢裏帶走意憔悴。友情就像音乐一样，你需要它，你的生活能变得更好，幸亏不是像说唱一样。我们是战友，互相战友。对不起，没忍住。你这个东北血统有点压不住，不好意思。一起战斗的朋友嘛，战友嘛，一起对抗生活啊！你对抗李伟胜。马上要对战的这一组很有意思，一个是长沙的笑妈俱乐部。一个是大连的会笑俱乐部，人家都有厂牌，看着是个脱口秀节目，最后变成了厂牌之争，很像说唱啊。2位主理人都在吗？这个笑妈的主理人已经惨遭淘汰的韦大爷，来，有什么话给托付托付？主要是我要留在台上的话，又会拖他们的后腿，所以说提前淘汰。然后是这样的，因为。秋瑞跟毛豆、二哥他们这组太强了，
哎呀，讲这种话，讲的你看您这么这种。然后我们笑马本着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 PK 了这个大连会笑，然后就是 PK 一下嘛，都是自家兄弟，然后观众会觉得比赛会好看一点啊。好，PK 完就不是了。好，说的非常商务，完全在这段发言里面丝毫看不出任何一些脱口秀的气质。来，我们来听听会笑的主理人是不是能说的。哇，这么大压力吗？张嘴对包袱。Hello， 大家好，我是会笑喜剧的主理人宗宝。然后我昨天得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是看机票，我说今天比完我们就一起回去了。然后节目组又跟我说让我放点狠话，说厂牌之间嘛，我说这咋放呀？人家那边有去年的大王、太子，还有今年的新王小齐，我们家这秋瑞的二哥叫毛豆。完了，输了。老板方面我们输了。这放狠话，我会笑必胜，打倒笑马。我这关键也不是狠话，这我心里话。不是哥，我是说您的发言有点脱口秀气质，不用拼命，好吧？反正呢，大家看到了最强的战队，现在要开打。第一位要出场的这位朋友，来自马大帅。去年他在节目里面跟我们分享过他在自来水厂上班的经历，还有后续，掌声欢迎毛豆。大家好，我是毛豆。大家好。大家好，我去年讲了一些我在自来水公司打击偷水的一些事儿嘛，好多人也成功的记住了怎么偷水。哎呦，成天有人问我技术细节，还有把磁铁装反了的，那水表都转成大风车了，拿自来水洗钱我。同事他们现在说出去收水费2月收了这么多吸铁石，全是强磁的，放在包里。中午坐地铁回公司等车呢，有个小孩就这么高，站他后边，他一上车给人眼镜吸走了。小孩说：“妈妈，我是不是瞎了？妈妈。”他在车上给老人让座，说：“大爷你来坐。”大连地铁那个座啊是铁的，他在那大爷来，大爷懵了，这是啥座啊？假动作啊！我第一次参加节目的时候还在公司上班，最开始我以为请1周假就够，最后比了6轮。回到公司，领导听好没给我开除，但是给我换了个岗位，让我在大堂干前台接待。就我这个气质还接待，我这个气质都是干借贷的，真的。大堂都是行，大堂以胖为美嘛，大堂。这活真的是不好干。我上班第1天，一个用户家里停水了，他站在门口就骂，半个小时没重样。我说这是给哪个 rapper 家水停了吗？这是。领导让我去解决一下，我就过去。他说你算什么东西？你从哪来的？我说我从大堂来的。他说你去取经去吧，你在这干啥？一顿给我骂呀。最后领导亲自来了，说小毛啊，你还是年轻，你看我的，不愧是领导。他上去咔咔2句话，大姐动手了。我说化玉帛为干戈。成天有人投诉，有些问题我也没办法。你说水质不好骂我，停水了骂我，联系师傅上门给他修好了，第2天又投诉，说维修师傅脚太臭。这拉眼，我师傅回来我就说哥，有人投诉你脚臭，他说我脚不臭啊，就陷入僵局了，我又不能过去闻闻。我说真的，我能有什么办法？以后师傅来上班，我在门口端盆水，我说师傅洗脚。我给你讲小鸭子的故事。还有个大爷坐了2个小时公交车来交水费，下车发现没带水卡，就急眼了。我说那个用户，他说用什么户？你看你胖成这样，公司要你们这帮废物有什么用？又坐2个小时车回去拿，回来我们都下班了，要我这个废物有什么用？我这个废物没告诉他，在网上就能交，不用拿水卡。有脾气不好的，还有各种莫名其妙的用户，真的非常奇怪，过来咨询说小伙儿，我这32块钱水费该交多少钱？我说32吧。他说小伙，我们家这个钢管是什么材质的？我说钢的吧。他说小伙，你们是自来水公司啊？我说对呀。你们这能不能交电费？我说交不了啊。干了
了2月，我感觉都被同化了，真的。我中午上食堂打菜，我说师傅，你这个葱爆羊肉是什么肉啊？师傅说啊，你怎么知道是合成肉的？我那时候刚参加完节目，还老被人认出来，跟我合影，跟我聊天。真的，像我这种真的在营业厅营业的艺人不多，真的。问我在公司干啥的，我也不好意思讲，我在这看门。我说我现在负责公司进出口的一些业务。有一次2、3个大姐在前面排队跟我照相，后边大爷满脸问号，说咱这交水费是必须先合影吗？不让直接交是不是？而且我那个前台啊，连台子都没有，只有个凳子。公司那个电话、座机都没地方放，我都得抱着。没办法，我是脱口秀演员嘛，不能让话掉地上。没桌子，我想写点稿都没地方放电脑，是吧？只能在大堂溜达。关键是我想到有梗的时候，我老笑出来，目光呆滞，站在大堂中间。那个保安大爷都害怕了，说他是不是能看见啥脏东西？写稿不算啥的呢。后来有几次我练习互动，站在大堂那儿，大哥你是自己来的吗？这个大哥呢？保安大爷彻底吓屁了，说小毛啊，你能不能给这几位用户先请出去呗？午休真的，午休我也没地方趴着，只能仰着睡。楼上有人点外卖，备注写放在前台就行。小哥就把奶茶放我肚子上了。有时候我一睁眼，那地上全都是奶茶、水果，真的。我小哥还在那打电话呢，说1楼没有前台啊，就供了个弥勒佛啊。而且我仰着睡啊，真的打呼噜很严重，我在那打呼噜还有回音，大堂还有回音嘛，声音特别大。经理就往我这打电话说一楼有怪声，你快去看看。我过去检查一圈，啥也没有啊，我又回去睡了。他又来个电话，我又去检查，又啥也没有。来回2、3遍，我都生气了，我又害怕又生气，真的。我就给我电话线拔了，继续睡。结果过了一会儿，那 rapper 大姐来了，她看我睡觉，直接上楼了，又和经理打了一顿。保安大爷说咱这确实不干净啊。第2天他烧了点香，果然脏东西没有了，他妈熏得我睡不着了。挺吓人的，真的，我打呼噜还卡壳，我在最可怕，我有次在梦里梦着个笑话，你知不知道？我在睡出一种含笑九泉的感觉来。我调到这儿最开心的就是保安大爷，之前他是干前台的，现在他啥活没有，哎呦就舔领导，一见到领导说话就变成夹子了，就哎呀领导回来了，你这成天太忙了，我看着都心疼啊。大爷他都不是绿茶，他又老又茶，他是普洱啊。职场上让大爷玩明白了，他就舔经理，舔大领导。那组长班长让他干点活老费劲了，他说我不干又如何？你能把我怎么地？前2天我看那个《我是歌手》，感觉又看见大爷了，他就说如何呢？又能怎？他天天闲着没事，成天刷那个短视频，研究风水，说公司风水有煞气，在每个办公室门口挂一块八卦镜，说避煞。我每天中午睡觉，那个八卦镜都从各个角度把阳光折射到我脸上，我在那躺在那印堂发光，还在那打呼噜。路过的同事都懵了，说小毛豆是不是烧开了呀？他屋里还有这么大个水晶球啊，50块钱包邮的，放在窗台上，在夏天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给他沙发点着了。我都没想到风水也这么燃。大爷身上全都是串儿，哎呦，菩提、橄榄、核桃、酸枣仁，感觉像把哪个松鼠的窝掏了。大爷进屋给外套一脱，我说大爷行啊，你还是5仁馅的呢。大爷，我告诉你，我这都是文物。我说行，告5仁。真的，大爷还有一块和田玉，那个绳特别长，都快挂到肚脐眼上了。第一次跟我显摆说小毛，我给你看个好东西，真的。我说大爷，你要想提裤子，你从下边提呗，真的。他天天拿着盘，问我，你看这包浆透不透？你看这个光泽透不透？天天盘，终于给那个玉的绳啊给磨断了。那天在我旁边掏出一根空绳来，我吓一跳。我说大爷，你这个玉啊越来越透了，我都看不着了，真的。我最后要辞职的时候，大爷还劝我说自来水忘我，他说水呀就是财，自来水就是自来财。我说怪不得这个鳖老仔脖子上喜欢挂玉牌。
我也想一边工作一边演出的，但有些演出确实推不掉，我就只能请病假。后来不知道谁给我们领导推了个效果小程序，他点开发现我上个月带病参加了47场演出，确实来裁了，亲自下来把我裁了。我其实无所谓啊，我说大爷说完了，你走了就得我干前台了。我说啊，如何呢？又能宰？谢谢大家，我是毛豆。来，掌声送给毛豆。毛豆锁票倒计时。来，再次掌声送给毛豆。谢谢。很开心，毛豆是少数那些即使发挥不是最好状态，也能让大家高兴的死去活来的那种选手，是属于这个行业的瑰宝级的。不是，就好像智胜有时候讲砸了还是很开心，所以我今天没说你讲砸了，别误会啊，别误会，没，就是我感觉不是他最好状态吧，然后我就听到前后左右噼里啪啦都敲了，所以我觉得不差我这一票，对。但是我觉得但是特别开心哈，因为毛豆一上来就感觉过年了一样，扑面而来的感觉，他特别精妙。他讲那打呼噜那事儿是吧？自个儿打呼噜自个儿不知道，太逗了。我以前碰见过那打呼噜的，是不是那个打完呼噜旁边声控灯呢？我们在旁边身边蹦迪的呢，就是那玩意儿。我特别喜欢他讲那个，就是他那个大唐以胖为美，那个太生动了，因为刚好配上毛豆的形象。对。我想问毛豆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之前讲过这个水厂的事儿嘛，然后这次讲的是在大唐工作的事儿。你之前还干过别的工种吗？我干过收费、维修和那个前台。我干前台是因为当时当时接演出嘛，然后我就没办法，就跟领导讲我有心肌炎。你有心肌，但是炎呢就差不多。对，心肌炎，因为我查了很多，心肌炎就是表上看不出来嘛，表面看不出来。我就说我有心肌炎，回来之后领导说你有心脏病就别出去干活了，对你别外边挖沟子死在外边了，就让我在公司看门。对。结果那个47场那个暴露了。我是听完以后最大的一个感慨就是，我觉得真实的生活永远比观察生活要有意思，因为这个就是毛豆他自己经历过的，就比上一次你讲你去参观那个木乃伊的展，我觉得就是好，我个人认为好特别多，因为这就是你真实经历过的。所以毛豆确实是几季节目下来都是给大家留下最深刻印象的选手之一，就是因为他对这个舞台的掌控，包括任何题材都能够被他爆炸式的演绎的这个能力。再次掌声送给毛豆。在等待区稍微休息。要和毛豆进行对抗的来自4大天王队，就刚刚他被这个说唱圈正式的认证为他是一个脱口秀演员。掌声欢迎哈哈草。1楼的观众，2楼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哈哈草。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首先要感谢无理涛涛。我本来今年是把重心放在了说唱上面，原计划我这会儿应该在那边比半决赛了。哎呀，我接触说唱8年，做了30多首歌。第一次参加那个节目，获得的评价是隔行如隔山。我去年来录这个，他们也说我隔行如隔山。人心中的成见有2座大山在我这里。我有个说唱 homie 黄宇龙，他前几天看完黄子韬淘汰我的那个 cut，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一开始打算狠狠地嘲笑你一番 bro， 结果看了一半，我替你尴尬。我觉得我做兄弟的真是没有做到位，我当时真的应该拦着你不让你去的。我当时一听，我说我的 bro 真的好让我感动。结果他就把自己微信头像换成了黄子韬，现在每天早上问我想不想要链子。我被淘汰以后就回归家庭了嘛，最近就带小孩上早教班。现在他们早教班流行蒙特梭利教育法，
蒙特梭利是一个意大利的教育学家。然后我当时那天突然好奇，我就想搜一下这个教育学家他孩子是个什么学历，因为我不知道意大利教育怎么样，反正我们中式教育是认这个的。你教育学家，那你孩子是耶鲁还是剑桥呢？我请问，我就搜了一下，我发现他孩子没有上大学，一下我就觉得有点心疼钱了。我说这蒙特梭利教育法还不如李鸿辉教育法。李鸿辉是我的妈妈。他还是培养了一个3本大学生出来。我就觉得蒙特梭利教育法，他那个理念听上去就没气势，说什么让孩子自由自在的成长，孩子自己就会成才，我感觉他有点不想管，他就是。李鸿辉教育法就有气势的多，我娘每次教育我之前都会看着我的眼睛说，我生得你出，我就掐得你死，晓得不？我小时候家里面最怕的人就是我妈妈，因为她会来真的。有一次我妈带着我练字，在一起的在字，她让我写10遍。当时一边在那写，一边在那磨磨唧唧。我还跟妈妈说，我说妈妈，你这个在字像一个坦克车。我妈妈一开始也耐着性子，她说，哦哟，我们家宝宝真的好有想象力。妈妈觉得也像一个坦克车。磨蹭了半个小时吧，我那10个在字还没写完，我妈就开始忍不了了，她对着我坦克坦克坦克。对我人都打懵了，他对我发起了闪电战。我感觉当年德国打波兰的时候，波兰跟我一个反应，我说怎么一下这么多坦克就过来了？真的，所以我真的特别感谢我妈妈，她教会了我尊重女性。我一个男的，我平时也会逛虎扑嘛，它上面会给人评分，张伟丽评分一直都是9.8、9.9，杨笠就只有2点几。看了我娘从小就知道，这个男的你骂他没有用，你要打他才会服气。我现在就对我妈的教育非常的服气，我觉得她教得好，我觉得我妈这个就是因材施教。我是什么才？我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那种才，这个有些道理我只能在眼泪中明白，你晓得吧？我小时候真的很调皮，有点讨打的。有一年我在宁乡，我外公外婆家，然后外公外婆是养猪的，他们有一天出去打麻将去了，我一个人在家里无聊，我就去找猪玩。我跑到那个猪栏屋，我冲过去，我先言语挑衅那个猪，我说你是猪。那个猪也没反应，我就有点生气了，我加大了我挑衅的力度，我拿了一根小棍棍，我就捅他鼻孔。我往那里一转呀，我就后悔了，我感觉我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我往那一转，那个猪喂的一下飞了出来。他一落地，我们一人一猪都愣了一下，他估计也没想到自己能跑出来。他跳出来以后就开始追杀我，我边哭边跑，边跑边哭，真的，哪怕到现在，我回想起当年被猪追的细节，我都觉得很害怕。冷知识，成年的猪是跑得比未成年人要快一些的。我当年为什么没有被那个猪干掉哦？哎，不能讲这个黑怕词汇了，不好意思。我当年为什么没有被这个猪干掉？首先，我想可能是我爆发了肾上腺素。再一个就是那个猪前面它一直趴在那里，它没动，它突然喂的一下飞出来的时候，大腿拉伤了。我用余光瞟它的时候，它追我的时候有点一瘸一拐的。它真的朋友们，运动之前一定要热身，好吧？这是我健身启蒙教练宁乡花猪告诉我的。我当时一边哭一边跑到了我外公外婆家的卧室里面，我把那门一关着，然后我感觉猪还在门口都堵着我，我赶紧一个电话恶人先告状打给我外公外婆，我说你们就是这么带小孩的是吧？天天就打的那点牌，玩，只晓得玩，我在这里我都要被猪杀掉了。我外公外婆一听就很激动，就害怕嘛，就赶紧过来看看我。然后另外他的2个牌友也很感兴趣，我们宁乡人养了几千年的猪了，很少有猪要杀人的。他们想来开眼。到了现场确实也是一片狼藉，我躲在卧室里面哭，那猪在外面我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可能拿筋膜枪在按摩那条拉伤的腿。
公外婆一进去就抱着我安慰我，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另外2个牌友作为旁观者，还是发现了一些端倪，问了一个我差点就回答不上来的问题。他们问我，哎，这个猪栏屋离你这个卧室快有100多米远哦，哎，怎么那个猪就突然要过来杀你嘞？我说我不晓得，我刚刚在这里做作业做得蛮好。也就是这件事情以后，我才明白，猪其实也是攻击性很强的动物。我原来一直都以为那个猪啊，就是被那个栅栏关在猪栏屋里面的，后面我才知道，它就是为了一口饭被关在那里。今年来录节目呀，我看到很多选手呀，都喜欢升华，我也想试一下，来升华。这怎么说？我希望啊。大家啊，没事的话呢，就不要拿东西捅别人鼻孔。谢谢大家，我好。哈曹，锁票倒计时。哈曹为什么想分享这段故事？因为本来是开头是别的嘛，然后最近那个视频就刚一播啊，对我心里产生很大的波澜。我最近毛豆学黄子韬一直在学我，你晓得吧？在后面。来，我们看一下什么样。隔行如隔山，你这隔行如隔山呀，天天对着我。有点丝绸，我们这一次也是跟他拼了，我丝绸之路，哇，太棒了！哈曹，就这段，就你刚才说的黄子韬说你的这段，你是真在意？我本来没那么在意，但是这有点像去年我第一次在这边录完节目，那个我现在已经我的那小红书啊什么，我已经就点了所有脱口秀，不感兴趣了。今年我把说唱也点不感兴趣了，你们晓得。我就是没什么东西看了，我现在每天看广告，其实还是在意的。当然，这还是心中的梦啊。是的，我们要认真的问一下罗永浩老师。罗永浩老师，告诉一下大家，这是罗永浩老师第一次给哈哈曹拍灯。哇，这有什么稀罕的？对，而且还犹豫了很久。是因为我后边就特别喜欢哈哈曹，去年第1轮的时候，我写过一些歹毒的话对他。然后后来我也反省了一个中年人为什么要说实话，然后但后边他就表现越来越好，整个赛季。然后到这一轮的时候，我心情上还有一个弥补的心理，所以第1场就想拍，但第1场也没有很好。然后咱们这好话能说到对不对？对，有好话，但已经到了那个点，就是让我犹豫一下拍。但我希望后边的赛事进场里能看到你让我失控的拍，我觉得能看到那一天。我想问一下罗老师，好话在哪儿？就是在未来，在未来，在未来啊！不是，就越来越好。到这儿是犹豫一下就拍了，这已经很好了。我特别喜欢哈曹，他每次讲的东西我都特别的觉得很亲切、很鲜活、很生动。然后包括他讲小时候调皮跟猪的趣事儿的时候，我其实也想到我小时候有一些调皮的事儿。我小时候干过一个事儿，就是我想要一个滑板。但是我们那个年代，滑板是一个奢侈品，而且其实没有那么容易买到。我就把那个算盘，踩算盘上给翻过来，自制了一个滑板。指压板嘛，那不就是？我想就是找那种坡，然后就在上面滑，所以我的算盘其实烂得特别快。那是人没事就行啊。海源老师，我非常喜欢哈曹内容里面，他有一些特别神经质的梗。就是猪拉沙按摩枪，对，然后拿那个筋膜枪在那里，我觉得这种梗是非常有想象力的，然后我很喜欢这一类的梗。我觉得哈曹他自己的风格就是非常童真，非常有想象力。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非常宝贵的一点啊！不要去说唱了啊！再次把掌声送给哈曹。
同时我们也要把毛豆请回现场。最终他们获得的支持到底是多少？请看。两个肯定都270。就是毛豆274，哈曹270。休息一下，还要等你们其他的队友表演结束之后，才能决定你们到底是去那个区，还是回到这个区。不好解呀，哥哥，你怎么不好解呀？我觉得曹哥就是今天让他找回一点赛场的感觉了。他前两期不紧张，今天怎么都他有点看起来爪子有点慌了，他有点。我看到他这里抿嘴巴了，他才在这里嘟着嘴，有点。因为你知道去年刚来的时候，哈曹不是说他挑个厉害的玩吗？我问了所有人，我说护栏胖不胖？谁胖不胖？我说毛豆了，豆哥要避起一下锋芒。去年是最巅峰的时候都要避起锋芒了。我觉得确实毛豆挺难接的。他在这里讲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喝水，嘴巴焦干的，看到他嘴巴起皮了，然后就保持它的湿润。本来想上个价值，本来想生不出来，生一肚子气，你知道吧？这个怎么我就生不出？曹哥本来想说，曹哥第三人称，曹哥说事儿，曹哥说事儿，生活本身就有价值。毛豆就是我心目中脱口秀的底盘，就是毛豆说什么我都觉得好玩，他就是生编呀，他那些故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我敢保证，他顶多发生过3%，97%就是他在那坐着生编的，他就在那自个儿咯乐，他就能想出这些东西来。你说是啊，就跟地方写歌、作曲家好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现成的歌。你说这世界有什么歌啊？他就是看见了一个东西，看见了一朵花，看见了一个景色，看见路上一个人，他就突然想出了一堆东西，然后就是这么凭空就开始了。我问天，问大地，稿子在哪里？幽默在哪里？是不是在夜夜空里？说我像我挂着长相，看着太委屈，上山的水去。哈曹，又在这搞说唱呢？没有，我这是准备新专场。好家伙，又搞新说唱，又搞新专场，太子真是日理万机。这还有时间陪郡主吗？你说我咋呀？他现在字库里满满嘞，我真的少操了好多心。怎么你给他配了带刀侍卫？不是，我给他准备了 A2 紫药 HMO 奶粉，96倍乳黄金，续航母源自护力。有了它呀，我的女儿自己就能成为强者。这么好的奶粉，那我得给我侄女安排上。再次感谢所有的优秀的脱口秀演员们，感谢我们笑团的朋友，感谢编剧老师，感谢脱口秀俱乐部的主理人们，更重要的是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你们的掌声和欢呼声给了我们脱口秀演员最大的鼓励和支持。想来现场体验线下脱口秀的快乐吗？微信搜一搜效果，关注效果官方公众号小程序，超多演出等着你来。新一轮脱友全国巡演即将启动，打开效果小程序，关注你喜欢的演员，并许愿想看的城市，朋友们就有可能来到你的身边。比赛仍在继续，我们下半场再见。我之前跟保安大爷学了不少文玩知识，有啥想鉴定的宝贝都可以拿过来。那你看看这个，假的，你这微波炉专用，这是。这个呢？假的，这都浮起来了。那这个肯定是真的吧？那当然，这可是3方认证真有机的海天有机酱油。上美团搜海天干饭节，买海天有机会赢免单。鉴定完毕。哎，那你倒是还给我呀！我们是5条手，我们是3个软柿子。今天这个真的是能成为你的底气。你看，你把我给你找不回来的唯一可能给堵死了。但是我后来觉得太羞耻了。这是真生气了。
发生了什么？都疯了已经。我们来看一下最终他们的票数。反败为胜，哎，追回来了，追回来了！咱怎么摊上这么一出？练！不开玩笑，美团闪购马上就到，感谢30分钟好货到手的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让生活更开心。感谢国民白酒老村长特约赞助播出。96倍乳黄金续航母源自护力，感谢 A2 紫药 HMO 奶粉赞助播出。找回状态，脉动回来，感谢随时随地帮你 call back 好状态的脉动行业赞助播出。聊天吃乐事，分享更快乐，本节目由片片薄脆乐事不停的乐事赞助播出。真好笑，真有机，本节目由3方认证真有机的海天有机赞助播出。新一轮脱友全国巡演已正式开启，微信搜索效果小程序参与许愿活动，朋友们就有可能来到你身边。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2季每周5、周6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1周；衍生节目朋友们和他的脱口秀每周1、12点更新，遇见他们每周2、12点更新 ，SVIP 抢先看1天，还有超多幕后视频不定期掉落，记得准时追更哦。阳光我就灿烂，给个破框，哎，我就能下蛋。给我头大蒜就能下饭，谁都拦不住我，都我自己玩。给我一个木马，我就开始旋转；给我一个主角，我就开始撒欢。给我一顿臭马屁头有概念，哎，我反弹，哎，我反弹。天生就是自来嗨，原因留给别人猜，管他该来不该来，心不菜就不该打不败。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新浪新闻、腾讯新闻、腾讯娱乐、立地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给我的颜色我偏不看，给包鲜艳。